你们躲好了没？我要来抓你们了哟！走开！哪里来的野孩子？撞脏了我的衣服，你赔得起吗？石头凶狠地爬起来，看着踢自己的人。你敢踢我，我咬死你！说罢，双手紧紧抱住贺七秋的小腿，张嘴就狠狠地咬了上去。好痛！松开！贺七秋抬手就要往石头的脑袋上扇去，二皇子妃的丫鬟冲过去，死死地抱住贺七秋的手道：“贺小姐不能打，石头还小，脑袋打不得。放开！”石头依旧眼神凶狠，无论如何不肯松口。松开！你们都是死人吗？快把这野孩子给我拉开！贺七秋的丫鬟开始拉石头。听到动静的二皇子妃从屋里出来，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幕。贺小姐带来的人就要上前打石头，她连忙跑上去拉开拉扯石头的丫鬟。你这是要打一个小孩吗？你们贺家就是这样罔顾王法的？给我把这野孩子拉开！他不松口就给我打，我死里打！谁敢阻拦都给我打！别忘了你们的卖身契在谁手里！势单力薄的二皇子妃只能紧紧地用身体护着石头。被二皇子妃护着的石头身上还挨了丫鬟和贺七秋好多下，浑身疼的他咬的就更用力了。收到消息的二皇子和贺其川也连忙赶到了王妃院子，刚好碰见同样来到王妃院子里的长乐公主几人。二皇子赶紧命护卫去把人都给分开。真是成何体统啊！石头！徐老太石破天惊的一声喊，把众人从瓜田里拔了出来。呀！放开我来！小崽子，小崽子，谁欺负我家小崽子？听到熟悉声音的石头眼睛立马看向声音处，等看见自己撑腰的人来了，立马松开嘴，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贺其秋一见自己的腿自由了，看见自己腿上的血已经疼得失去理智，抬起唯一的脚就要往石头身上踹去。翠花直接飞了过去，尖尖的嘴巴直接往贺其秋小腿被石头咬开的伤口去啄。而冲过来的徐老太二话不说，直接一把抓住贺其秋的头发，把人薅到了地上，紧接着整个人骑在贺其秋的身上，双手左右开弓的往他脸上抽。你敢打我家石头，他一个3岁的孩子你也敢下手？我打死你这个黑心肠的！表哥，哥，快救我！他们疯了，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看见妹妹的惨样，贺其川直接抽过旁边护卫身上的刀，飞身就往徐老太的身上而去。只是人还没靠近徐老太，就被突然出现的小九一锤就锤到了二皇子妃院里的墙上，扣都扣不下来了。贺家的护卫看见自家公子和小姐被打，立马抽刀就上，结果他们都低估了小九的实力，小九一脚一个全部踹进了墙里。小九跑到石头面前，看见石头满嘴是血，浑身脏兮兮的样子，顿时气疯了，立刻就冲到人群，见人就捶，不管是没动手的还是动手的，全被小九一拳捶进了墙里。石头，打死你们坏人！石头，你疼不疼？我给你护护。坏人！石头疼不疼？我们带你去找秦叔叔。他踢我，好疼的。徐老太听到这话，手下的动作打得更重了，直接把贺其秋给打晕了。煮饭晕了，石头又指了指墙上那些贺其秋的丫鬟们，他们掐我，痛。赵虎几个小孩立马跑到墙边寻找被村长捶进墙里石头指的丫鬟，沈之约立马撸起袖子10倍的掐了回去。小九见站在门口的二皇子，你们刚才也看着了啊，我也是刚进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啊。二皇子看见那边头发都被人抓散的王妃，发生了何事啊？二皇子妃完全没心思搭理他，扭头就吩咐自家丫鬟去把府医喊来看看石头的伤。丫鬟指了指那边墙上提着药箱的府医，娘娘，府医在墙上。二皇子妃哑口无言。娘娘，老奴看见这府医刚刚好像是提着药箱准备救贺小姐，被长乐公主一把扔进了墙里。小九看着那边抱在一起抱头痛哭的石头和江河两人，走，回家去找秦叔叔。徐老太连忙从贺其秋身上起来，轻轻地抱起石头就往公主府而去。二皇子妃不放心，也要跟着去。幸好都是些皮外伤，身上的淤青还有嘴角的伤，按时擦药养段时间就好。就是这阵子身上会有些疼，不能到处乱蹦乱跳了。众人听完顿时松了一口气。小九摸了摸石头的脑袋，石头你真棒呀！石头你真棒呀！村长，我赢了吗？
当然啦，他踢你的那只脚被你咬的没几个月是养不好啦。你跟他干了一架，你呢才受了点皮外伤，你肯定是赢了。哼，他太菜了。村长，我是不是最厉害的？真厉害，下次送你去1打10。啊？那还是算了吧。石头顿时怂了，他是真怕村长送他去打10个，毕竟疼那是真疼，打10个那还是等他再长大一点点吧。哎，一点皮外伤，养养就好了。这男孩子皮糙肉厚的，不碍事。石头看了一眼自己，他哪里皮糙肉厚了？正好此时，赶到的二皇子妃带着丫鬟和嬷嬷抱着3个箱子进来。二皇子妃连忙把箱子全部搬到了石头的旁边，然后打开，里面的珠宝差点闪瞎众人的眼睛。石头，这是送给你压压惊的，今日委屈你了。啊，都是我的。昨夜见你喜欢，今日库房正好看见有几箱这个，所以一一拿来送给咱们小石头。啊，谢谢漂亮姐姐。小九几人看得眼红，被踹一脚能赚这么多呀？我要把这些都存到村长那里。听到这话的小九，赶紧按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你是村长，一村之长，要带着村民发家致富的，怎么能动手抢村民的东西呢？真的要存在我这里？石头赶紧点头，主要是存到别人那儿，石头觉得不靠谱。赵虎和铁牛一听，哎呀，后悔死了。所以上次他们从洪福寺抢回来的金银珠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存在村长那儿呢？村长，我的也存到你这里，以后要用我再找你拿。沈知渊和小胖子还有石安立马有样学样，回到院子里，把自己藏着的钱财全部拿了出来，也要存到村长那里。小九把大家的钱搬进了自己的屋子，然后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师哥，我也要钱，我要存去村长那里。秦旭拿了几个碎银子放到了江河手里，给你，石哥只有这么多了，你以后呢要自己赚钱，知道吗？你看现在就你没赚到钱，你得上进，以后呢还得赚钱养石哥呢，不能这么每天玩了，得努力了啊！好，赚钱，我要去赚钱，赚好多好多，养石哥。去吧，赚到钱了记得别忘了石哥。3岁的江河重重地点了点脑袋，谨记自己要赚钱养师哥。同样3岁就已经暴富的石头，这会儿擦完药也不想躺着了，连忙下床要去外面玩。徐老太把石头抱在怀里往院子里去了，后面紧紧地跟着二皇子妃的丫鬟和嬷嬷。2位有事儿？那个，听说您很会跟别人讲道理，我们能不能跟您学一学？不知道您是否方便跟我学讲道理？丫鬟和嬷嬷连忙点头。徐老太连忙把2人请到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徐老太激情演说，被抱着的石头，哎呀，差点被口水淹没。路过的翠花心里很不平衡，哼，她只恨自己现在讲话这群人类听不懂，要不然她高低也得给这俩人传授一下自己的必胜积德。我跟你们讲啊，这吵架呀讲究一个语速快，声音大，气势足。你不管别人说什么，你就只管说自己的，只管一个劲儿的骂，别管什么有理没理，想到什么骂什么，先把自己心里的脏东西清出去，自己骂爽了再说。骂完，哎，你就走，不给对方发挥的机会，气死他。那万一他们动手怎么办？对呀，怎么办呢？嗨，简单，打你就告状，你们家府上谁做主啊？殿下，但是殿下不管府内的事，所以现在府上都是贤妃娘娘的人。丫鬟看着徐老太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越说越小声。徐老太看见假装路过，耳朵却是高高竖起，偷学的二皇子妃。哎呀，你都当王妃了，还能被人欺负成这样啊？偷听被发现的二皇子妃干脆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光明正大的跟着学。二皇子妃把二皇子府的情况跟徐老太老老实实的说了一下，不是她不争，贤妃娘娘那是殿下的母亲，一顶不孝的帽子扣下来，有多少人能承受得起啊？至于殿下嘛，二皇子妃都懒得提起他。我就说你不行吧，人家贤妃娘娘在宫里，你在宫外，嘴长在你身上，府内你怎么高兴怎么来，府外你就不会装可怜吗？啊，先把贤妃欺压儿媳，给自家儿子塞女人的名声给坐实了，往后贤妃但凡刁难你一点，你记得就得让外面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皇帝赐婚的，难不成贤妃娘娘敢杀了你？既然死不了，怕什么？醍醐灌顶的二皇子妃表示学到了，对着自己的人生导师千恩万谢。临走前，徐老太还不忘叮嘱她：你婆婆要是召你进宫，在宫里受了委屈，出宫一定得找个最热闹的街道，当街晕倒。丫鬟记得哭，嬷嬷记得喊，把你家娘娘受的委屈，务必让方圆几里的百姓都听见。丫鬟和嬷嬷连忙点头，表示记住了。哼，贤妃快来，我现在强得可怕。主人，他瞪你。小九立马扭头瞪回去。这是什么？徐奶奶说了，去人家家里做客需要带礼物呢。皇帝看着他怀里抱着的鸡，有些不确定。所以，你准备把这只鸡送给我？是送鸡蛋，这个可以呢，做成白水煮鸡蛋、炒鸡蛋、鸡蛋羹、荷包蛋、金钱蛋、虎皮鸡蛋、鸡蛋卷、鸡蛋灌饼。哎呀，不知道为何，当自家主人拿出一袋鸡蛋时，翠花适时地感到了一丝丢脸。哼，果真是乡巴佬，跟着泥腿子长大的，上不了台面。只吃过煮鸡蛋和鸡蛋羹的皇帝，示意公公接过闺女手上的鸡蛋，让御膳房去把长乐公主刚刚说的那几样菜晚上做出来。启禀陛下，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启禀陛下，长乐公主打伤了我儿与闺女，伤势严重，如今正躺在床上无法下地，求陛下做主啊！陛下，长乐公主实在太过分了，就算是公主也不能随意伤人呢。这是第几家来告状来了？你说你这是准备把京城各家府邸都霍霍一遍吗？不可能，我没有，别胡说，谁看见我打人了？没有。二皇子府上全部人都看见了，公主是要不认账吗？那是你们的人，都是串通好的来冤枉我的。贺家家主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你二哥他亲眼所见，怎会有假？公主是当二皇子府里的人，都是瞎的吗？本殿下去的比较迟，具体情况没看清楚，只看见表妹和表哥呢，一个躺在地上，一个嵌在墙上。叶儿，你是不是糊涂了？二皇子连忙给自家母妃使眼色，可惜这会儿的贤妃只想揭露长乐公主的恶行，连忙扭头对准二皇子妃：你来说，就在你院子里发生的事，你总该全部知道的。被贤妃这么轻轻一推，二皇子妃就顺势摔倒在了前面。回陛下，妾身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贺小姐用脚踹了一个3岁小童，小童气不过，跑上前去咬了贺小姐，然后贺小姐就说要让丫鬟去把小童抓来打死，妾身害怕出人命，就上前护着这小童。当时情况太混乱了，等妾身回过神来时，贺小姐与贺公子已经晕过去了。说完，连忙又向贤妃娘娘求饶：娘娘饶命啊！但是场面太混乱了，妾身真的没有看见长乐公主打人。贤妃没想到，一直以来逆来顺受的人，突然就会装了。哎呦喂！哎呀，气得差点失去理智，抬手就想扇那一巴掌，被贺家家主及时给拦住了。娘娘还是收敛点，这是在御书房，陛下看着呢。母妃，这是儿子明媒正娶的皇子妃，不是您丫鬟，母妃这何必处处刁难呢？贤妃看着这眼盲心瞎的混账儿子啊，心塞的闭了闭眼，她忍。翠花窝在小九的怀里，忧伤的叹了一口气，鸡眼咕噜噜的转，正好与上头的皇帝对了一下视线。皇帝看着那只鸡，不知道为何只觉得亲切。简直荒唐，怎会觉得一只鸡亲切呢？难不成这只鸡是闺女养的，所以亲切？不是吧，表哥没感应错吧？主人的爹怎么跟上次的贵妃一样？好像貌似也能对这个人发号施令啊！翠花惊得都从小九的怀里站了起来，正想继续给长乐公主安罪名的贤妃，就见陛下突然站了起来。怎么回事？这个我要是说你爹听我的，你信吗？小九不信，翠花立马开始了自己的表演，骂贤妃，往死里骂。于是众人就见到站起来的皇帝对着贤妃就是一顿的输出。最后骂完，翠花就让皇帝把这群人赶回家，面壁思过去。翠花满意的点了点头。父皇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上身了？怎么突然这么会骂人了？哎，小点声，万一被父皇听见，待会儿被骂的就是我们两个了。看见陛下看过来，连忙找了一个借口拉着二皇子妃就告退了。翠花切断自己与陛下的联系，被切断联系的皇帝这会儿一脸的懵逼。他们人呢？到饭点啦，他们回家吃饭饭啦。皇帝一噎，所以他们回去吃饭也不跟他这个皇帝打声招呼就走？要陪父皇一起吃顿饭吗？
小九连忙点头，他还没有吃过御厨做的美食呢。另一边，四皇子听说长乐妹妹进宫了，还留在父亲的殿内吃饭，四皇子立马带着小厮就往御书房狂奔而来。长乐妹妹，长乐妹妹！小九回头，然后就看见跑得太快的四皇子被门槛绊了一下，紧接着咕噜咕噜的像个球一般滚到了小九的脚下，拜了个早年。起来吧，起来吧，不用如此客气，给你这个。谢谢长乐妹妹。长乐妹妹真好，还给我糖吃。皇帝轻咳了一声，四皇子连忙跪下行礼。朕参见父皇。你不在自己院子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就是听说长乐妹妹进宫了，过来找长乐妹妹玩。信你个鬼！这是跑过来蹭饭来了吧？而另一边，主上新炼制了一粒药丸，找个机会把它给皇帝吃了。最近他越发不受控制了。主上5年前不是已经给皇帝篡改过记忆吗？为何还要吃药啊？主上是怀疑皇帝的记忆有恢复的迹象。你只管把这药给皇帝吃下，其他的不要问。这是什么药？你问题很多。属下知罪。长生殿已经很久没收到你传来的消息了，主上派我来问问，是不是皇宫的日子过久了，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属下不敢，属下不知主上是何意。属下一共传了6封信回长生殿，但是主上一次都没有回复过属下消息。你是说你的信被人劫了？属下不知，以往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除非这皇帝的记忆逐渐恢复了一点，知道自己可能并不是替身了，皇帝就是他自己。突然发现这皇帝看似是做了很多荒唐事，但是好像没有一件是对东夏国不利的。贵妃连忙把自己的怀疑说了一遍。那你说，那石家老夫人的毒是不是皇帝找人给解的？听说此次长乐公主进京，身边跟着2个药神谷的弟子，想必是那药神谷的弟子给解的毒。药神谷弟子？这药神谷的人不是自诩不问世事纷扰，只愿以手中之术解救苍生疾苦吗？怎么这会儿倒天天和一个朝堂公主牵扯在了一起？还是说这长乐公主只是个幌子，真正牵扯的人是皇帝？看来这皇帝很有可能恢复了记忆，已经开始在暗地里想办法对付长生殿了。不过恢复了又怎么样？记忆能篡改第1次，就能篡改第2次。陈太后还没回宫，找个机会把瓶子里的药丸给皇帝吃下，我倒是要看看这皇帝要装到什么时候。黑袍人让贵妃附耳过来，交代贵妃接下来的计划具体要怎么进行。吃瓜没吃到尾的翠花要气死了，指挥着贵妃对着正在附耳交代贵妃接下来要怎么做的黑袍人脸上直接就扇了一巴掌。有这么神奇的药，还能篡改别人的记忆啊？有什么话不能大点声说？你知不知道你有口臭啊？黑袍人愣愣地捂着自己被打的那半边脸，久久不能回神。在翠花支配下的贵妃此刻嚣张的不行，趁着黑袍人愣神的时刻疯狂地扇着他的巴掌。一个伸手，一个伸手，一个伸手，伸手，伸伸手。打完人的贵妃一把掀起裙摆就往院子里狂奔。杀鸡了，杀人了，杀鸡了，杀人了！哎呀，脸上火辣辣的疼，让黑袍人瞬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立马飞身往贵妃处追去。而另一边，正在开心寻宝的小九和四皇子听见有人喊杀人啦，杀鸡了，杀人了！两人瞬间停下手上的动作。杀鸡了？杀人啦！快跑！长优妹妹，你等等我！狂奔赶去吃瓜的小九迎面看见翠花带着一个人往自己这边跑，空中还有一个全身是黑的人一掌往地上跑的女人身上打去。翠花这是招惹谁了？怎么又跟人干起来了？翠花也看见自家主人了，主人，给我干死他！好战分子小九一听打架，他最喜欢了，立马飞到空中把黑袍人给拽了下来，完全没有留给黑袍人反应的机会，抡起小拳头就是一顿的狂揍。被主人保护的翠花像极了反派，在旁边扇着2只翅膀，得意的呐喊助威。目睹了全程的四皇子，我的妹妹是超级厉害的武林大侠，好激动！被切断联系的贵妃累得气喘吁吁，震惊的看着这一幕。你刚才看清长乐公主用的是什么身法了吗？公主速度太快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把空中的刺客给拽下来了。
你说我要是拜长乐公主为师，是不是也能学到这么快的速度和这么大的力量？想得美！我大舅哥家二表哥的妹夫的姐姐的隔壁邻居在公主府当家差，听说小公主是小神仙，天生的武功高强。我就说嘛，小公主菩萨心肠，刚来京城就惩凶除恶，解救了成千上万失去孩子的百姓，可不就是小神仙吗？锤完人的小神仙小九见黑袍人已经晕了过去，立马开始搜黑人的身。翠花在一旁咯咯哒的叫着，把刚刚在贵妃屋内的事情说了一遍。有这么神奇的药，还能篡改别人的记忆啊！翠花疯狂的点头，并把贵妃身上顺走的药瓶从兜里掏了出来。小九想了想，把黑袍人的嘴给掰开，把药丸往黑袍人的嘴里塞。然后呢？不知道啊，他们后来就背着我偷偷说的，我没有听见。小九看着吃完药丸的黑袍人，我们把他带回家，慢慢研究吧。于是小九拎着黑袍人往公主府飞去，后面还跟着一只鸡。目瞪口呆的禁卫军们，刚刚跟在长乐公主后面飞的是一只鸡吧？我没看错吧？难不成也是天上的神鸡？长乐妹妹，你去哪儿呀？你还回来吗？你等等我不会飞呀。可惜飞远的小九完全没空带上他。四皇子立马往自己的院子里跑，他要收拾东西去长乐妹妹家住。拎着黑袍人飞回公主府的小九，一把把人扔到了自己的院子里。几个小孩和吃瓜头子静心瞬间就围拢了过来。村长，这谁呀？不认识。小九脑中想的却是要怎么篡改这人的记忆。小九在心中问系统：系统还活着吗？沉迷于游戏的系统立马心虚的回道：怎么了？你去哪儿了？又偷懒啦？怎么这么久都没出现了？谁说我偷懒了？我的任务是培养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村长。你这会儿人在京城，又不在桃源村，村民都没几个在这儿，有我一个系统，啥事儿啊？那你知道怎么篡改别人的记忆吗？宿主可以试试催眠术，这人吃了药丸，加上催眠术或许有用。怎么用呀？系统也不会，但是系统会忽悠小孩。系统给小九找了几个不知道从哪儿到来的催眠术的视频，看清楚了吗？小九一脸的懵，要不你试试？啥也没学会的小九是个毛线呀！这人穿成这样，一看就不是好人。你从哪儿捡回来的？小九把刚刚在皇宫的事说了一遍。你说陛下的记忆被篡改过，还是5年前？你外祖母的毒也是长生殿的人下的？小九和翠花同时点点头，众人都惊呆了。你爹这么菜的？被徐夫子瞪了一眼，立马闭上了嘴。众人又把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曾经在长生殿待过的严夫子。你不是在长生殿待过吗？长生殿这么厉害的？我之前呢，就是一个江湖侠义，听说长生殿的人武功高强，于是便拜入了长生殿的门下，在里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子。而且呢，我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对长生殿也知之甚少。那你知道长生殿在哪儿吗？长生殿在4国都有据点，至于真正的长生殿到底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不过东夏国的长生殿据点在幽寒山谷，谷外有阵法，我们进不去的。之前我就一直怀疑你们石家的事与陛下有关，如今看陛下应该也是被蒙在鼓里，难怪5年前石家男儿阵亡，皇后坠崖，紧接着皇宫传来消息，陛下深受打击，昏迷了一段时间，再醒过来时就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来是这样，那一切就说得通了。不行，我得立马传信给太后，让太后她老人家赶紧回京。陛下身体里的蛊虫始终是个隐患。小九好奇地问秦旭：我爹身体里的蛊虫是不是只听母蛊的？按理说是的，蛊虫极为难以炼制，更别说母蛊。再说目前不知道陛下种的是何种蛊虫，要找着对应的母蛊就更难了，且母蛊都是唯一的，如此重要东西，长生殿这看管肯定会极为严苛。小九指了指翠花肚子，把翠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一只胖虫子，然后现在能指挥陛下和贵妃的事儿说了一下。好消息，陛下不会被长生殿控制住了。坏消息，现在控制陛下的人变成了一只抽象的鸡。徐老忧心忡忡地看着翠花的肚子，问秦旭：有什么办法能把翠花肚子里的母蛊取出来呀？我对蛊虫不了解，等我传信去谷中问问师叔。翠花用翅膀护住了自己的肚子。不要取出来！
小九这会儿对什么重不重的不感兴趣，他现在比较好奇要怎么样才能篡改别人的记忆。小九回想了一下刚刚自己看过的视频，小九把自己脖子上挂着的金锁拿了下来，让秦旭把地上的人给扎醒。醒过来的黑袍人两眼无神地看着前方，小九立马拿着挂着金锁的链子在黑袍人的眼前晃啊晃。你现在是翠花的弟弟，从小你就和自己的哥哥翠花相依为命。翠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又当爹又当娘，把你这个唯一的弟弟拉扯大。最后翠花为了救你这个弟弟身受重伤，变成了一只鸡。你超级愧疚，于是你发誓这辈子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哥哥翠花。村长，翠花会生蛋，是母鸡吧？应该叫姐姐。小九看了一眼明明长得就像公鸡的翠花，坚定地认为翠花就是公的。小九继续在黑袍人的耳边念叨：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哥哥翠花，他是因为你才变成一只鸡的。以后谁欺负你哥哥翠花，你就上去揍他，上去揍他，揍他揍他。小九一连在黑袍人的耳边说了10几遍，直到看到黑袍人点头。系统惊呆了，还真有用啊！静心看了一眼，这会儿眼泪汪汪看着翠花的黑袍人，太吓人了，这会不会太损了？这个老头不会真信了吧？那以后翠花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老头弟弟啊？这个药丸这么神奇，还有吗？还没给这老头取名字呢。村长，翠花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呀？取名字大佬小九上线。桂花，你是翠花的弟弟，桂花，你是桂花，你是桂花。黑袍人点头，催眠完，小九把金锁重新挂回了自己的脖子。只见黑袍人缓缓地把目光转向了翠花。哥，要死了要死了，太吓人了，这也太下鸡了。哪知黑袍人桂花直接把翠花抱起来。哥，你放心，以前你保护我，现在轮到弟弟来保护你了，以后弟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哥哥你了。被突然抱起的翠花立马疯狂地扑腾着从桂花的怀里挣脱开，飞到主人怀里去了。本期不干净了，主人，我不要这个弟弟，真的是太丑了。翠花，这就是你的不懂事了。你看你弟弟多咒骂你这个哥哥呀，你怎么能嫌弃他丑呢？就是，翠花，你看看你弟弟多可怜。翠花，你是当哥哥的人了，不能以貌取人。翠花，你弟弟一看就很厉害，以后你就不用担心被别人欺负了。你弟弟以后就是你的护卫了。就是，我也想有个会武功的弟弟呢。你可以让你弟弟去帮你赚钱啊。翠花越听眼睛越亮，只不过翠花再三要求不许黑袍人抱她，于是几个小孩围着黑袍人再次洗脑起来。就这样，翠花接受了自己有一个名叫桂花的老头弟弟。小九见黑袍人如此上当，立马就给他安排活计，那就是教公主府的护卫丫鬟小厮习武。一心想要报恩的黑袍人表示一定会好好教，并且死活不要工钱。哎呀，这可说到小九心坎上了，太满意了。他让管家给翠花的弟弟安排了住处，明天就开始干活。公主，老奴也要习武吗？当然了。可老奴这把年纪了，学武会不会晚了？老奴觉得还是把这等学武的好机会让给他们年轻人。管家爷爷，活到老学到老呀，我相信你可以的。哎呦，不行啊，公主，老奴老胳膊老腿的跟着他们年轻人一起学武，这不是给他们添乱吗？管家爷爷，你得上进呐，你怎么能够自甘堕落呢？你看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管家，但是你要是练会了武功，那就不一样啦，不仅能比别的府的管家活得更久，而且还能成为京城最有牌面的管家。别人的管家都不会武功，就你会，是不是倍儿有面子？还有以后要是谁敢欺负咱们公主府的人了，咱们就揍他。咱们有武功，不怕别人欺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好像是有道理啊。管家爷爷，你可是咱们公主府的主心骨呀，要是你不练武功的话，底下的人肯定也就不想练了。你难道想要看到咱们公主府的人出门就被人欺负吗？管家爷爷，你要努力习武呀，给大家当个榜样嘛，加油啊，加油！公主请放心，我一定带头做好榜样，并监督好底下的人好好练武，以后好好保护公主，一定不让公主府的人被外面的人欺负。
我就知道，管家爷爷你是最棒的。你这个年纪呀，正是闯的年纪。哦，对，你一定会成为咱们整个东夏国最厉害的管家的。公主，时候不早了，您早点休息。老奴这就去通知公主府的下人，明日一早就开始练武。说罢，激动的走了，目睹了全城的几个小孩，表示又学到了。路过的徐老太看见大晚上的村长院子里还有嘻嘻哈哈的吵闹声，你们几个皮痒了是不是？大晚上不睡觉，让村长陪着你们几个在外面吹风啊？还坐在台阶上，湿气这么重，不怕村长着凉啊？徐老太一声吼，瞬间吓退了一众小孩，几个小孩拔腿就往自己的院子里跑。眼见着所有人都跑光了，只有翠花还蹲在台阶上琢磨着刚刚主人跟管家说的话。徐老太见逮不到几个小孩，立马就拎起了翠花。你皮痒了是不是？大晚上不回自己的窝，还蹲在这干嘛？黑袍人一见自家哥哥被骂了，立马从徐老太的手里把翠花解救了下来。不许骂我哥哥，信不信我揍你啊？桂花，给我上！错过了刚刚大戏的徐老太，只以为这人又是村长从外面哪个犄角旮旯里捡回来的老头。这老头是个傻子。小九捂着嘴偷笑，连忙小声的在徐老太耳边把刚刚的事说了。哎呦，这一大把年纪了，到头来晚节不保，认一只鸡当哥，造孽呀！徐老太也没心思骂翠花了，赶紧把这俩糟心的货赶出了村长院子。哥，你没事吧？哥，你不要伤心啊！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你爹要娶2个老婆，你奶奶要给你爹找小老婆。翌日清晨，紧赶慢赶从皇宫提着包裹跑出来的四皇子，正好赶上了公主府的早练时间，只好被迫的加入了练武。好在第一天，小九也没有让大家练多久，众人休息了会儿，吃完早饭，就听到管家来报说，隔壁府顾夫人的丫鬟上门求见，说是顾家夫人邀请徐老太去顾家做客。邀请徐奶奶？徐老太也觉得一脸的懵。管家把丫鬟请进来，丫鬟立马说明来意，把夫人交代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这才知道，原来昨日在皇宫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顾夫人表示也想请徐老太去顾家与他家老夫人讲讲道理。顾夫人表示愿意出300两，徐老太立马就跟着丫鬟走了。300两啊，动动嘴皮子的事儿，这钱太好赚了。几个小孩立马要跟着去，被徐老太一把拦下。小孩子家凑什么热闹？眼见着徐老太走远，小九几人立马往屋顶上蹦。不会武功的四皇子急得在底下跳脚。我也要去，快来个人把我也拉上去啊！小九回头拎着四皇子的衣领就往隔壁的屋顶上飞去。顾子行一眼就看见了在屋顶上的小九几人，立马往屋顶上招手，表示自己也要上去。小九顺道把顾子行也一起拎到了屋顶上来。夫人，收下吧。你家老夫人不是说这叫莹儿的是来伺候你和顾大人的吗？那正好啊，你府内的丫鬟也能减轻些负担。就是不知道，这叫莹儿的要开多少工钱呢？哪来的不知礼数的婆子？主人家说话也是一个下人插嘴的。徐老太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你家下人的？我是隔壁公主府的，邻里邻居的过来串个门，这不听到你们说话呀，有些好奇。说罢转头对顾夫人道，你婆婆人还挺好的，还担心你府内的丫鬟伺候不好你和顾大人，特意把自家侄女找来伺候。哎呀，就是不知道你婆婆她侄女有没有丫鬟这么勤快喽。不过呀，夫人，您可以让丫鬟们好好教，事情干得多了，自然上手就快。莹儿自小没吃过什么苦，怎能做丫鬟？哼，没吃过什么苦，那你说什么伺候？老婆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做婆婆的往自家儿子房里塞人的。毕竟啊，在我们桃园村，大家都只有一个媳妇儿的。要是哪个杀千刀的学外面的娶个3妻4妾的回来，祖坟是要被踢出村子里重埋的。更别说像你这种给自家儿子拉媒的，那是要被村长拉去山上喂野猪的。你们公主府的人就是如此无礼的？说罢转头对着顾夫人就骂道，咱们府上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母亲的意思是说，公主府的人不配进咱们府。哎呦，你们顾家身份比公主还尊贵呢。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你说你是公主府的人，难不成公主府的人就能擅自插手到别人府上的家事吗？来人，送客！怎么说不赢就要赶人走啊？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我这才刚发挥呢，不能走。老夫人，我们再说道说道。老婆子我呀，
有时间。顾老夫人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等无赖，眼神威胁地看着顾夫人。而另一边，姨娘是什么呀？就是他爹再娶一个媳妇，你完了。你爹以后有了姨娘，肯定不会喜欢你娘和你的，你要失宠喽。你爹要娶2个老婆，你奶奶要给你爹找小老婆。顾子行虽然没明白小老婆是啥意思，但是还是点了点头。顾子行，我觉得你爹可能不是你奶奶亲生的。我爹为什么不是亲生的？听过很多八卦的赵户几人顿时顺着村长的这个思路展开了自己的想象。我阿奶说，因为我爹是他儿子，所以我奶才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找姨娘，要不然打断腿赶出家。顾子行，你爹是不是捡来的？所以你祖母才要给他找姨娘。可是我爹和我祖父长得很像呀。那可能你祖母是假的。你想啊，要是你祖母是真的，怎么可能给你爹找姨娘？反正我阿奶一定是不会给我爹找姨娘的。哎，你完了，你爹找了姨娘，以后他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我爹不要我了？肯定的呀，以后你爹会有其他的儿子的，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到时候他就会把你赶出家门，然后你就要去当乞丐讨饭吃。那又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让我爹不娶那个姨娘？你可以让你祖父娶，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会失宠了。你爹还是你爹，你娘还是你娘，你还是你爹娘唯一的孩子。我也觉得可行。你祖母不是说她不放心那个莹儿吗？要把她放在身边吗？那要是那个莹儿嫁给你祖父了，那你祖母不就能天天见到那个莹儿了吗？嘿，你俩真聪明。你祖父成婚，到时候记得请我们去你家吃席哟。被几人左一言右一语绕晕的顾子行，只听到最后一句自家祖父要成婚了。哎，你家的厨子做的菜好吃吗？我家厨子可是陛下赏赐下来的御厨，做的菜可好吃了。那你祖父什么时候成婚？可不可以让你家厨子多做点肉？我也不知道。小九现在想吃席的心达到了顶峰。要不等你祖父回来的时候，你去催一催嘛。成婚是不是还有喜糖呀？不知道你家会买什么样子的喜糖哟？我还没吃过京城别人成婚的喜糖呢。我吃过，二哥成婚的时候可多好吃的了，还有喜糖超级好吃，而且会有好多人来。哎，那是不是很热闹，很好玩啊？那你可不可以跟你家管家说多买点喜糖啊？到时候多给我们分一些。顾子行稀里糊涂的点着脑袋答应。哎，别人成婚是不是要送礼物呀？我们去买礼物吧，顾子行。你祖父喜欢什么？我祖父喜欢钓鱼。那我送你祖父一个鱼竿。我父皇也有鱼竿，你等我待会儿去回宫拿来送给你祖父。你记得到时候让你祖父多分我点喜糖。顾子行点头，心里想的却是自己要送什么礼物给祖父。小九把顾子行拎回了他自己的院子里，然后带着赵户几人回公主府准备礼物去了。四皇子一到公主府，立马带上自己的小厮往皇宫赶去。而一心想着该送什么礼物的顾子行，这会儿已经晃晃悠悠的来到了京城街上，正好碰上了上次和自己打完架也被关禁闭关在家里的贺齐安。走，小爷今日刚被放出来，我请你去吃好吃的。不去，你爹娘揍你了。顾子行摇头。那你月钱被扣了。继续摇头。那你到底怎么了？你说我祖父成婚，我要送什么礼物给我祖父，我祖父会高兴呢？你祖父要成婚，你祖母同意吗？顾子行想了想祖母带来的人，满脑子都是刚刚阿斗几人说的话。是我祖母给我祖父介绍的，我祖母说舍不得他侄女，所以让他和我祖父成婚，这样我祖母就可以和他侄女天天生活在一起了。顾子行看着自己的好朋友，等我祖父成婚，你来我家吃席吧。我记得你祖父好像很喜欢我祖父墙上挂着的那幅画，要不我去找我祖父给我，到时候送给你祖父，你祖父肯定很喜欢。我知道送什么给祖父了。是什么？鹦鹉。我祖父喜欢鹦鹉，我记得祖父以前养过一只鹦鹉，后来不知道飞哪里去了，祖父为此还伤心了许久呢。贺齐安见小伙伴也跑了，顿时觉得一个人吃饭没趣，带着小厮转头就往贺府走。顾子行他祖父要成婚了？小厮连忙点头。是朝中那个顾老国公？小厮继续点头，表示殿下没有听错。二皇子看了眼御书房方向，又看了四弟跑远的方向。所以父皇亲自提了字送给顾老国公，难不成顾老国公此次成婚有什么内情？阴谋论的二皇子觉得不能被自家四弟比下去，立马打道回府去准备贺礼去了。几位皇子都做出了行动，底下官员自然也不能落下，
就这样，被大家期待的第二天很快就到了。祝您新婚快乐，早生贵子。老国公真的是好福气呀！喜纳新妾啊，实乃家族之幸事啊！愿老国公与新姨娘琴瑟和鸣，百年好合。哎呀，恭喜老国公再添佳人，府上又增喜气。祝新姨娘温柔贤惠，为老国公你添丁进口，延续家族香火。老太爷德高望重，此次娶妾更是锦上添花。愿新姨娘陪伴老太爷左右，共享这天伦之乐呀！老太爷老当益壮，喜结良缘，令人钦佩呀！祝愿新姨娘与老太爷情投意合，白头偕老。恭喜老太爷喜得美眷，府上又多了一位如花似玉的佳人。愿老太爷与新姨娘恩恩爱爱，幸福美满。各位这是何意呀？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一群前来祝贺的官员正想上前，一群小孩呼啦啦的往顾家而来。众官员一见领头的正是传说中的长乐公主，纷纷低头向公主行礼。臣等拜见公主陛下。起来吧。小九越过众官员，来到了顾老国公的面前，然后把自己带来的鱼竿递给了顾老国公。祝您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听说您喜欢钓鱼，我给您送鱼竿了。您早点结婚哈，我等着和您喜酒呢。四皇子连忙掏出自己从父皇那儿讨来的字，往顾老国公旁边的管家手上一放。这是我亲自从父皇那里要来的字，父皇说价值千金，你可要好好保管，到时候记得多买点喜糖哈。顾老国公，赵虎几人也连忙送上自己的礼物。不知公主是从何处听说老夫要成婚的？小九有点懵。对哦，昨日是谁说的来着？小九想不起来了。仇优妹妹，你忘了？仇优妹妹，你忘了？是顾子行的祖母要给他祖父娶姨娘的呀。小九立马想起来了，好像是这么个事儿。反正顾家的席他们吃定了。顾老国公连忙喊来小厮，让他去把自己的老妻请出来，跟大家解释清楚。小厮连忙进去，没过一会儿就出来回禀。府尹说昨日老夫人被气晕了，现在还没醒呢。众官员一听，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向了顾老国公。老国公啊，你这虽然怨恨老夫人这么多年不让你纳妾，可也不应该为了气老夫人，一大把年纪了还大张旗鼓的张罗着纳妾呀，这有失身份，何必呢？您这纳妾还打上老夫人亲自为您纳的名义，这可谁听了不气晕呢？您与老夫人这么多年来都相伴过来了，何必为了斗气伤害了夫妻感情啊？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把顾老国公说的眼前是一黑又一黑。老夫没有纳妾，要是让老夫知道谁在背后造谣老夫，老夫定要他好看。祖父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祖父新婚快乐，早生贵子。一声声鹦鹉声把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正是提着一个鸟笼子的顾老国公的小孙子顾子行。你就是这样提着这只鹦鹉一路从京城街上这样走回来的？顾子行点头，他为了给自家祖父惊喜，一大早就出发了，连马车都没坐，就怕家里的小厮发现，提前泄露自己给祖父准备的惊喜呢。老太爷老当益壮，哎呦，老太爷好福气哟！祝老太爷早日抱上儿子！一声声的祝福，成功的把顾老国公气晕了过去。哼，骗子！既然你不成婚，休想骗我礼物，拿来吧你！说罢，小九从顾老国公的手里拿回了自己的鱼竿，气呼呼的往家走。四皇子几人见情况不对呀，也连忙从管家手里拿回自己的礼物，跟在小九后面往公主府走了。都是骗子，骗我的礼物还不让人吃饭。就是说好的给喜糖的。就是啊，还说会有很多很多吃的，可是我连水都没喝着。太过分了，我早饭都没吃，特意去捆了2捆柴火送给顾子行他祖父呢，结果他们说不成婚就不成婚了，我以后再也不和顾子行玩了。只有石安和阿斗2人不吭声，这俩正忙着研究村长拿出来的鱼竿呢。公主不必担心，四皇子殿下不是昨日从陛下那儿讨了一幅字吗？上面写着天作之合4个字，君无戏言，陛下送出去的字怎能收回？所以顾家总要成一次婚，办一次宴席的，否则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啊？几个小孩眼睛一亮，水爷爷，你是说顾子行他祖父没骗人，还是要成婚的？那是当然，
只不过跟谁结，怎么结，这我就不清楚了。被自家孙儿气得少活很多年的顾老太爷，这会儿已经被抚衣救醒。一生要面子的他，此刻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脸都在今日给丢完了。祖父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直到这声鹦鹉声，让顾老国公垂死病中惊坐起，抄起门口的扫帚就往自家孙儿院子里去。只可惜顾子行这会儿早就跑得不见人影了，不知道躲哪儿去了。顾老国公转头就把扫帚对着还在乱叫的鹦鹉，吓得鹦鹉直接撞开幸好没锁的笼子，逃命般的飞远了，正好飞到了公主府的院子。傻鸟啦，傻鸟啦！翠花看着在公主府乱窜的鹦鹉，对着上方骂了一句傻鸟。乱窜的鹦鹉立马停下。傻鸡啊！翠花惊呆了，这是遇上对手了呀！傻鸡！翠花立马飞到空中跟这只鹦鹉干了起来。鹦鹉眼见自己要打不赢了，立马逃窜，直接飞进了小九的怀里。小九把这只鹦鹉从怀里拎出来。主人，扔给我，扔给我，我要干死他！别吵别吵，我研究研究这小东西。主人主人，吉祥如意，恭喜发财！呸！不要脸！谁是你的主人？那是我的主人！鹦鹉挑衅般的继续在小九的手掌心亲昵的蹭了蹭。本姬要杀了你！停！我不是你主人，不许叫我主人啊，否则我把你的毛给拔了。翠花闻言瞬间就不闹了，她就知道主人最喜欢她了。鹦鹉嘴里的吉祥话不要钱的往外冒，试图让小九收下它。给你2个选择：一，认翠花当主人；二，我把你炖了。鹦鹉在骨气和性命面前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性命，立马狗腿的对着翠花喊了一句主人。翠花对待自己人那一向是大方的，连忙高兴的从自己兜里掏出吃食往鹦鹉那边送。小九把这一鸡一鸟赶到了另一边，而一旁的沈老太爷和沈知渊聊了大半天，还是没能劝自家小孙女回沈府小住。哎呀，那就只能放弃了，叮嘱了小孙女几句就告别了公主府回去了。本以为还要等许久才能吃到席的小九几人，第2日早朝结束后，就听到了顾家明日要办成婚酒席的消息。反正此次婚礼主要是为了应付皇帝写的那4个字，是不是送了礼才能去人家家里吃席？那当然，反正我记得村子里的人办酒席，我阿娘阿奶都要给人家送礼了才能去吃的。我准备带上我爹一起去吃。我记得以前村子里的人成婚，我爹给人家送了礼，还会把我带上一起去吃，说不能吃亏了，要吃回本。我觉得我爹说的有道理。那我要带我阿奶去，我阿奶肯定能吃回本的。我送的是鸡蛋，那要不然我带翠花去吧。我送的是大米，我带小小姐去吧。那我带静心去。还有我，那我要带我母妃去。对了，还有徐夫子怎么办呀？还有秦叔叔呢？还有石头和江河呢？这么多人，那是不是要送很多礼物呀？小九算了一下自己公主府里有多少人，抠门的小九顿时脑瓜子一转。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几个小孩立马看向了村长，等待村长接下来的话。我记得村子里的人办婚礼都是要很多人帮忙的，且呢都是要准备好几天的。一般帮忙的人，主人家都会请帮忙的人吃饭，不要他们的礼物的。你们看顾子行他祖父成婚是昨日才说的，明日就要办酒席，时间呢肯定很赶。我觉得我们作为隔壁邻居，可以让咱们府上的人过去帮忙，这样我们就可以只出力不用出礼物了，还能让府上的人都能吃上席，怎么样？村长，你人真好，我觉得咱们府上的人去帮忙，顾子行他祖父肯定会很感动的。那我们要帮什么忙？我觉得顾子行他祖父祖母2人肯定感情很好，顾子行他祖父还特意为他祖母举办婚礼。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顾子行他祖父给他祖母准备惊喜，让顾子行他祖父的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我觉得顾子行他祖父肯定会很高兴的。惊喜，热热闹闹的。小九立马往这方面发动了自己聪明的大脑。有了！小九连忙跑去找管家，要来了敲锣打鼓的东西。小九掏出自己的唢呐，就开始指挥大家排练起来。黄昏来临，还在家里观望的众官员就听到街上吹吹打打的声音，以及一道道不知是何乐器吹出来的声音，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这一下，众官员再也忍不住了，纷纷出了府门。只见大街上，前面一群领头的小孩手中拿着各种乐器，后面跟着奇形怪状的不知道是何动物形状的大东西，
小九吹着唢呐的调子，在前面一边跳一边指挥，唢呐声、歌曲声从街头唱到街尾，声音震耳欲聋，响彻了整条街。连在皇宫批奏折的皇帝也听到了。朕记得今晚是顾老国公的成婚宴席，对吧？哎呀，这老国公这么多年为朝堂也算是尽心尽力呀。如今他老人家成婚了，朕理应去捧捧场。对，走吧。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一事儿都能成。哈哈，这曲儿不错呀，从哪学来的？朕怎么从来没听过呀？梦里学的。皇帝没当回事儿，只以为是闺女在桃源村的时候村民们教的。吃饱了就不想动的父女俩就这样并排的斜躺着，嘴里一起哼着曲儿。而被皇帝发现的淑妃，此时早已跟着自家儿子来到了公主府的厨房。乖儿子呀，你下次有好吃的记得给母妃送一份，知道不？不能吃独食。母妃您放心，儿子保证完成任务。淑妃满意的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生怕被皇帝发现，赶着在皇帝前头回宫的淑妃捧着刚做出来的山楂水，打包了一点吃食，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公主府时，再次叮嘱自家儿子，有什么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深宫里嗷嗷待哺的老母亲。四皇子拉着自家母妃的手，上演了一番生离死别。在旁边目睹了全程的静心，静心只觉得皇宫里出来的人多多少少是有点大病的。父皇准备给你赐封地，你想要哪个县作为封地啊？京城边上那个临江县好不好啊？这个地方可是京城周边最富裕的县，每年的税收啊，养你公主府的这些人，你可是绰绰有余啊。公主封地，那是什么呀？村长，你要热的山楂水还是凉的呀？我要凉的。小九立马接过徐奶奶递过来的山楂水。村长他爹，你是要喝热的还是凉的？村长他爹旁边刚喝进去一口山楂水的静心差点没一口水喷出来。小九见自家老爹一愣一愣的，连忙从徐奶奶手里拿了一杯热的给了皇帝。封地到底是啥呀？本朝公主的封地通常是一县之地，主要是收取该县的税收，但不涉及行政管理，不用小九你亲自管理，会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且公主封地的税收啊，以后都是归公主所有，不需要上交朝堂。二哥的封地在呢？你二哥？你二哥他们还没有封王呢，所以啊，还没有封地。有封地就能封王吗？那我是什么王呀？公主不能封王，封王只针对皇子和皇室男性成员。那他们的封地是什么？这个本朝封王之后的皇子封地，通常是一个州，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成为这个封地的一方之主。皇帝话还没说完呢，小九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你重男轻女。州和县的大小，小九还是分得清的。他老爹给自己就是一个县，给他哥哥那就是一个州啊。皇帝见自家闺女全都捏紧，眼神凶狠地看向自己。这灵一护驾护驾！灵一一个闪身从暗处飞了出来，挡在了皇帝面前。王公公也一边喊着放肆，一边护在了皇帝面前。几个小孩立马就想跟着村长一起动手。呀，人家父女俩的事你们就别插手了，在一旁看着。你们还担心你家村长吃亏不成？公主，不能动手啊，不能动手！你也重男轻女？老夫可没有啊！小九飞身一跃，往皇帝那边飞去。灵一赶紧上前阻挡，被小九一拳给揍到了地上。快护驾！护驾！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只是话刚说完，就被几个小孩抬到了屋顶上。皇帝看着自己的暗卫首领在自家闺女手里连一招都接不上。你这是要弑君的啦呀！皇公公见陛下被揍，凄厉的声音刚想喊起，就被静心一把捂住了嘴巴。徐老看着屋顶上懂事的静心，立马投去了满意的眼神。你给我住手！不就是封地吗？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真的？皇帝立马点头，生怕脑袋点慢了又挨了一拳。不知陛下带了鱼图没？拿出来让公主看看，喜欢哪个地方啊？对，鱼图啊！灵一，把鱼图拿过来。被小九轻轻一锤，锤到地上的灵一缓了好久，才从身上把鱼图掏了出来。皇帝连忙接过，就地摊开。小九蹲下来。桃源村在哪个州？桃源村在哪个州？琼州。那就要琼州。你要琼州？公主再选选，不行再看看。
琼州在哪里呀？徐夫子连忙把舆图上琼州的位置给圈了出来。琼州离京城最远，且靠近边关，一旦战乱，首先遭殃的就是琼州。且琼州与其他州相比，被认为是相对比较落后和贫困的，一般官员被贬就会被发配到琼州任职。小九觉得青山县并不穷，且离京城也不远呐。徐夫子像是看出了小九的想法。青山县是琼州比较富裕的县，而且算是整个琼州内离京城最近的一个县，其他地方远远不如青山县呀。听明白了的小九看着徐夫子圈出来的一角，指着旁边的地方问：那这是哪儿呀？那是南陵国的地盘，要不闺女啊，你再选个其他地方。琼州怎么只有一个角？为什么不是一个完整的圆？这样看着不好看。小九以琼州为中心，圈了一个无比完整的圆出来。你圈到其他三国去了。皇帝把东夏国圈出来。你看到没有啊？这些才是咱们国家的地盘。那为什么别人家那么大，咱们家这么小呀？以前呢，咱们家也有这么大，但是你皇爷爷和你皇爷爷的皇爷爷们不争气，大仗打输了，地盘啊也就被别人抢走了。这传到你父皇这手里啊，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你们这里地盘也是靠抢的，谁打赢了，地盘就是谁的。啊，确实是这个理儿没错。这大仗打输了嘛，那么城池就会被别的国家抢走。我就要琼州。你要琼州，行，那就给你琼州。不过说好了，那边匪寇横行，战乱不断，遇上危险，长乐，你可记得立刻跑回京城来，你知道吗？父皇给你1000亲卫，不过亲卫统领与副统领你自己挑。如今这朝堂之上，可没有几个人愿意跟随一个公主跑去琼州那个地方任职啊。知道自己能得到一个州的小九高兴的不行，对着屋顶招招手，招呼几人立马就把黄公公给抬了下来。待会儿记得送你爹回皇宫，让他立马写圣旨。要是明日他酒醒了不认账怎么办？小九拍胸脯保证死事包在他身上。行了，不用送了，赶紧回去吧，父皇有消息了。我等你把圣旨写完再走。明日一早就给你，这么晚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不要，我怕你赖账了，你现在就学。你这孩子，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父皇怎么会骗你呢？皇帝越解释，小九越觉得他要赖账，立马撸起袖子就要揍人。皇帝秒怂，立马吩咐黄公公磨墨，以最快的速度把圣旨写好，交到了小九手上。小九抱着圣旨，嗖的一声就离开皇帝寝宫，往公主府去了。哎呀，这个不孝的闺女哦！要面子的皇帝不想顶着被打肿的眼上朝去让人笑话。黄公公，传旨下去，这几日不上朝了。黄公公立马领命退下。一大早，管家就从外面拿了一封信来，以及一马车的东西，说是青山县送来的。是不是族长爷爷们寄来的？肯定是的。几个小孩把马车上的东西全部往院子里抬。村长，这是什么呀？红薯，可好吃了。说罢，小九抱了几个就往厨房找笑笑姐，她今天早上就要吃烤红薯。看着笑笑姐全部洗干净去烤了，几人这才放心的出了厨房。小九看着静心手里拿着的信。谁的信啊？青山县的县令。我爹说什么？你爹这信是写给村长的，他说那些东西都是你们桃源村的村民给你们寄的，还说村长你再不回去管管你的村民，以后青山县就改名叫桃源县了。几个小孩满脑子问号。啥意思啊？不知道啊，沈志渊他爹就只说了这几句话。村长，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对啊，我想我阿娘和我阿奶了。一点也不想家的沈志渊和小胖子顿时不吭声了，反正这俩在哪儿都一样，只要跟着村长就行。回，等咱们办完宴席收完礼就回。正好端着烤红薯出来的许笑笑听见。你是怎么进来的？外面的人还活着吗？咱们终于要回桃源村了，也不知道我在后院种的那些菜现在怎么样了，还怪想念的呢。哎呀，出来这些天真是越来越想家了。这京城啊啥都好，但就是不热闹，还是咱们村子里好。往村里那树底下一坐，东家长李家短的一聊，别提多热闹喽。好吃，你真好吃。
好吃。不错，不错，香甜软糯，是个好东西。徐夫子一边吃一边问：“小九是打算办完宴席就走？那你的亲卫统领和副统领找好了吗？”小九摇头：“你爹不是说随你挑吗？那你把京城最厉害的将军都带走，正好琼州靠近边关，到时候起了战事还能有个帮手。”陛下虽说让小九你随便挑，但是朝中的人肯定是不愿意随公主去琼州的。小九，你只能挑一些没在朝中任职的。不要，我才不要他们呢，全是老头。那就只能到琼州再选。几人吃完烤红薯，四皇子才想起来自己的母妃。我想带一个给我母妃尝一尝。小九想了想，自家老爹给自己又送钱又送地盘的，我也给我父皇送一个尝尝。小九想到宫里的黄公公和灵一，于是直接兜了一兜。小九捧着热腾腾的烤红薯就要往皇宫去。石头和江河两人见村长又要往外跑，连忙吵着要去，于是左手拎一个，右手拎一个，就往自家老爹的寝宫去了。石头和江河顿时开心的哇哇叫：“不许出声，谁出声我揍谁！”小九一手拎着一个孩子就到了皇帝的寝宫，把江河和石头往皇帝坐着的桌子脚下一放。正在用鸡蛋敷眼睛的皇帝一睁眼就看见眼前正盯着自己看的闺女。哎呦，这人是怎么进来的？宫门口的禁卫军是全被鬼女灭了吗？还有，门口的公公是死了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外面的人还活着吗？他们在外面晒太阳呢，我飞进来的呀，他们没看见我。小九把布袋子里用纸包好的烤红薯拿了出来，递到了皇帝面前。这是我老家寄过来的特产，送给你吃，刚烤出来的，可好吃了。皇帝看着那还在冒着热气的东西，哎呀，肚子咕噜噜的叫。皇帝拿起烤红薯就连忙吃了起来。小九看了看屋内，只有老爹一个人在，于是连忙从带来的红薯中挑了2个去找黄公公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早上吃多了烤红薯的原因，小九这会儿很想放屁。他急急忙忙地问工人，找到黄公公，立马把烤红薯往黄公公的手里一塞，给你吃。说罢立马飞身一跃往公主府飞。他要回家放屁，憋不住了。而被赖在皇宫里的江河和石头谨记着刚刚村长说的不许出声，以至于皇帝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自己这屋内多了2个娃。坐在地上的石头感觉肚子里好像有股气要出来，只听一声，安静的寝宫内这道声音格外的响亮。灵一立马现身。什么声音？灵一看了一眼正眼巴巴望着自己的2个奶娃娃，于是上前把2人拎起举到空中。只是石头和江河2人刚被拎到空中，许是肚子得到解放，顿时噗噗噗的接连不断的放起屁来。正对着2个屁股的灵一手一抖，差点没把这俩娃给扔出去，连忙把2人又放回到了地上。皇帝刚刚吃到美食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长乐呢？门口站着的公公连忙进来回禀，长乐公主给黄公公送完了吃食，就回公主府了。公公惊讶地看着声音来源处，快点把这俩领远点，有多远领多远。江河和石头2人跑到皇帝身边，抬手指着桌上问：村长爹爹，可以吃吗？皇帝，他连忙把自己桌上的糕点连盘子一起全塞到2个小孩怀里。好了，你们2个可以走了，回去吃吧。刚排完屁出来的小九就看见门口站着石头和江河。哎呀，糟糕，怎么把这俩给忘了？你俩怎么回来的？贵妃的叔叔送我们回来的。听着这熟悉的声音，赵虎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立马哎呀，这个比这俩的还响呢。石安觉得好玩，也紧接着放了一个响当当的，自信满满的说：我的最响。来了感觉的小胖子立马就随了一个，嘿，我的才是最响的。本来觉得在别人面前放屁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儿的小九，顿时好胜心就起来了，揉了揉肚子，马步一蹲，一用气放了一个比所有人都响的。还有谁？众人顿时给村长竖起了大拇指。我们来玩游戏吧。小九给几个小孩说了游戏规则。蹲错了的，蹲错1次罚抄1遍今日学过的《论语》，蹲错2次罚抄2遍。自从小九被赐封琼州之后，徐夫子现在对几个小孩的课业格外的认真了。正打算开始呢，
隔壁顾府被关禁闭，好不容易偷溜出来的顾子行就过来串门来了，看见几人玩的游戏，立马吵着要加入。于是，一场带着噗噗噗的萝卜蹲游戏正式开始。黑萝卜蹲，黑萝卜蹲，黑萝卜蹲完白萝卜蹲。白萝卜阿斗立马反应：白萝卜蹲，白萝卜蹲，白萝卜蹲完绿萝卜蹲。绿萝卜赵虎正在呲着牙傻笑。阿斗指着赵虎对徐夫子控诉：夫子，赵虎错了，罚抄一遍。你声音太小了，我没听清楚。不算。村长，不要赵虎玩了，赵虎赖皮。小九举起自己的小拳头：罚抄一遍就一遍，再来，谁怕谁啊？绿萝卜蹲，绿萝卜蹲，绿萝卜蹲完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青萝卜蹲。青萝卜蹲，青萝卜蹲，青萝卜蹲完黄萝卜蹲。黄萝卜顾子行站在那儿，傻愣愣的，脸憋得通红。游戏结束后，几个小孩一个不落的全部喜提了几遍罚抄。是他，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你坐这儿干嘛？小九指着外面：收礼呀！静心连忙连人带马扎的把人抱进了院子里。小九瞪他要揍道士了呢。嗨，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可要把架子端起来，怎么能坐在外面要礼物呢？哎呀，你放心，你现在可是称王了，上门来的人肯定会送厚礼上门。你身为主人家就不用出去了，等他们来拜见你就行。那村长现在是什么王？按道理来说，一般都以封地为名，后面加一个王。村长，你封地在琼州，那就是琼王。琼王？几人齐刷刷的看向小九。你才是穷王，你全家都穷。小九赶紧往自己的储物袋看了一眼。哦，很好，满满当当的都是钱。今天是村长办宴席的好日子，你们几个皮痒了，请在村长面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谁说不吉利的话了？这不是就事论事吗？确实叫琼王啊，又不是我给编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地名，怪谁啊？哎呀，静心觉得自己要跟这个老太太好好的讲讲道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道理没讲清楚，连话都没插上几句的静心，成功的被徐老太太骂得自闭了。哎呀，憋屈的静心连忙打作顺气儿，生怕把自己的道心给毁了。很快，公主府外就来了一群上门赴宴的宾客们，他们三五成群的交谈着，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了宴席上。公主府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紧接着是皇帝带着宫里的娘娘们前来，皇帝来到了上首，与自家闺女并排坐着。底下的宾客们行礼过后纷纷落座，看着桌上正咕噜噜冒着热气的东西。这味道妙哉妙哉！加油！独具风味。你这个东西是何人做的呀？萧小姐呀。父皇用2个御厨跟你换一个笑小姐，好不好啊？哇，萧小姐是我的。那父皇让御厨过来跟着你家笑小姐学这个厨艺，好不啦？不好。这火锅底料可是自己商城的东西，御厨怎么可能学得会呀？哎呀，皇帝现在憋屈极了，窝在主人怀里的翠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的首席大弟子，回头又盯着自己的首席二弟子。心里盘算着，不知道这俩人谁更听自己的话呢？小九低头一看，就知道翠花在打什么坏主意。你要是敢在这里作妖，我就把你交给徐奶奶，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闻言，想作妖的翠花立马老老实实的，连眼神都清澈了不少。而被派去看管库房，被小九赐名为酸菜的鹦鹉，此刻正偷懒的来到了京城街上，看见一个小贩鬼鬼祟祟的对着来买东西的男子。此物点燃之后啊，定能让你心想事成。哦，只需点燃即可。放心，不会伤害身体。一旁的酸菜看着小贩筐子里装着的东西，歪了歪脑袋，能让人心想事成？要不叼一个回去试试？趁两人交易之时，酸菜鬼鬼祟祟的从小贩的筐子里神不知鬼不觉的顺走了一个，叼着就往公主府飞去。路过厨房，看见炉子上有火，酸菜想起了小贩说的话，点燃就有用，于是把香往上点了一点儿。见香开始冒烟了，酸菜立马往主人那儿飞去邀功去了。谁知道飞到半路的酸菜就发现库房那边有动静，想起自己的任务，立马靠近一看，哎呦，有2个鬼鬼祟祟的人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库房干啥。酸菜顿时大惊，酸菜吓得直接把嘴巴里叼着的香一扔，结果
这箱好巧不巧的直接滚进了库房内。而库房内的这俩人正是国师与方丈。眼见着这俩人一直在库房翻翻找找，酸菜从惊吓转为了兴奋了。第一次出任务的他没想到啊，有如此大的收获，这可是个大功劳。酸菜赶紧往前厅飞去，一见到上手坐着的小九，偷东西啦！库房有贼，偷东西啦！貔貅小九一听，这还了得，筷子一扔，嗖的一下飞没影了。随着香燃尽，正在找东西的俩人觉得身上越来越燥热，于是孤男寡男在这空无一人的库房上演了一番友好的肢体交流。正赶过来的小九看着门内打架的两人，硬是在原地愣了2秒。不是说贼人偷东西吗？可是这俩人为啥在打架呀？难不成分赃不匀，还是酸菜看错了？有过打架经验的小九知道，别人在比武一较高下的时候是不能打扰别人的。于是小九默默地退出了库房，并热心地关好门，准备等俩人打完了，比出输赢，再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长，贼人在哪儿啊？可能是酸菜看错了吧。不过有2个人在库房比武，等他们分出个高下，咱们再问问怎么回事吧。赵虎几人一听，一心想要知道胜者是谁的几个小孩也连忙往门口一坐。这是怎么了？皇帝不解呀，并吩咐人上前去看看怎么回事。黄公公赶紧打开库房的门，上前看了一眼，吓得立马关上了库房门，眼神呆愣愣的与这群小孩排排的坐到了一起。于是众宾客也不管皇帝是什么反应，一窝蜂的上前打开库房的门瞧了一眼。哎呦，但凡看过的人这会儿都呆了。你们觉得里面的俩人谁能打赢啊？啥场面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这等场面的皇帝，这会儿听到自家闺女说话，立马回神。给朕把里面的人处死！哪个杀千刀的跑到公主府来找刺激，臭不要脸的！这库房都是我家村长的宝贝，哪容得你们这样糟蹋？给我滚出去！徐老太一边骂一边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根杆子，把库房内不知羞耻的两人给插了出去。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呀！你们要是有这爱好，你当什么和尚？你当什么国师啊？还受人敬仰，也不知道哪些瞎了眼的是你们的信众。我说你们在哪里找刺激不好啊？跑来我家村长库房，哎呦，简直混气！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人给我抬下去，立刻处死！陛下是个好人。这婆子还是有几分眼光的。回到宴席的皇帝见朝中大部分的官员都在此处，于是举杯把前不久刚赐封给长乐公主封地的消息告知了众官员。希望长乐能在自己的封地琼州好好展现你的聪明才智，施以仁德，以善治之，造福一方。说罢，皇帝将杯中的可乐一饮而尽，尽显皇家的豪迈与大气。爹，有我在，你放心，以后我的封地一定会是最厉害的。说罢，携着自家老爹的样子，将杯中的可乐一饮而尽。陛下此举，臣等实难苟同。自古以来，公主的封地不过一县，从未有以1州相赐之力啊！况且诸位皇子尚未获得封地，如今却将琼州赐予公主，于理不合，于志不符啊！陛下。是啊，陛下，今陛下将琼州赐予公主，实乃破例之举，还望陛下收回成命。陛下，臣等附议，皇子们尚未获赐封地，若公主先得琼州，恐有失公允，一生嫌隙，恳请陛下三思，收回圣旨。就在众官员群情激愤之时，诸位大人，莫要如此短视，我那外孙女儿自幼聪慧过人，心地善良，且饱读诗书，胸怀大志。她自幼习武，武功高强，在座的应都不是我家外孙女儿的对手。琼州赐予公主，乃是陛下的英明决断，以公主文武双全之能，必能将琼州治理得井井有条，造福一方百姓。小九听见自家外祖母夸自己，骄傲地点了点脑袋，被自家孙女一把推出来的沈老太爷。诸位大人莫要固执己见啊，亦不可守着旧规矩，规矩应当因时而异啊。公主之能有目共睹，赐予琼州，乃是陛下对公主的信任与厚望，岂能以旧例而举之？皇子为封，自有其时机。陛下圣明，赐琼州与长乐公主，实乃英明之举。哼，你们这群迂腐之辈，只知军医与旧例，却不懂得与时俱进。公主的才能与谋略，丝毫不逊于男儿，为何不能获赐琼州？皇子未封，自有陛下的考量，怎可如此质疑陛下对公主的偏爱与信任？诸位，话虽如此，
但祖宗之法不可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情绪越发激动。皇帝蔫坏的正想着，是不是再添点火呀？还没等皇帝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坐在静心旁边吃了一肚子瓜的徐老就已经蓄势待发了。周侍郎，你口口声声说陛下将琼州赐予公主，与理不合，与制不符。不知周侍郎一把年纪，经常在家偷偷看自家儿媳妇洗澡，是否于情于理呀？你也不知周侍郎，你家儿子知道此事否？啊！此话一出，众人眼神怪异地看着周侍郎。你这是血口喷人，纯属无稽之谈。我周某一生光明磊落，怎会做出这等有违人伦之事啊？休要编排这等污蔑之词来羞辱于我！周侍郎，你口口声声说老夫污蔑于你，可你那屋偷偷藏有的，不仅有你家儿媳妇的贴身衣物，还有府中众丫鬟的私密之物。这等龌龊事，你如何解释啊？皇帝看着旁边嗑瓜子的闺女，立马从自家闺女手上薅了一点，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看着底下徐夫子继续爆瓜。陛下，徐太傅所言关乎朝廷官员的清誉，不可轻易定论。微臣愿亲赴周侍郎府上一探究竟，务必做到公正严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也绝不让周侍郎受半点冤枉。爹，我也去，我去帮忙嘛！我最喜欢主持公道了。还有，我找东西可厉害了呢。说罢，都不等自家老爹说话，拉着严御史就走。走，带路。严御史连忙对着上方的皇帝告辞，随着长乐公主往府外走去，后面还跟着公主府一众小孩和大人。陛下，我爹他年纪大了，做闺女的不放心，我得去看着点，以防他在路上摔跤。说罢，拉着自家儿子就往自家老爹的方向而去。爹，你走慢点，路上石子多，当心绊倒。父皇，长乐妹妹与四弟年幼，作为哥哥的担心他们。父皇您放心，儿臣定会把长乐妹妹与四弟安全带回来的。说罢，不等自家父皇回话，立马拉着二皇子妃往府外狂奔。父皇，儿臣去帮二哥的忙。说罢，也跟着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停，这像话吗？这像话吗？他们是去看热闹，不是上战场了，不需要你们这么热心。还有，我也想去看呐，倒是来个人递一下台阶啊！长乐公主毕竟还年幼，陛下要不过去看看？有陛下在，定能做到公平公正的。皇帝满意的看了眼黄公公。也罢，朕去周家主持公道。放心，定不会让周侍郎你蒙冤的。你家老爷住哪个屋子呀？带我去看看。公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知公主此番来府上是有何事？我是来替周侍郎主持公道的。有人诬陷你家相公，我看不过去，就打算过来证明你家相公的清白。周夫人看向同行的严御史。周夫人放心，身为御史，一定秉公办案，定不会让人平白冤枉了周侍郎。多谢二位为我家老爷主持公道，二位需要帮什么忙，尽管说。一定会主持公道的，带路吧。于是小九一行人在周家众人热心的指引下，一路顺畅的就来到了周侍郎的屋内。小九虽然不知道徐夫子说的私密之物是啥，但是小九力气大呀，只要静心说在哪儿，小九立马抬东西。周夫人看着翻箱倒柜的众人，公主是在找什么？需要帮忙吗？这会儿不需要，你留着点力气，待会儿有你忙的。找到了，是不是这个？小九连忙直接掰掉了上头的锁，然后暴力的打开箱子，箱子内堆满了衣物。小九把周侍郎他儿媳妇拿过来，你找找哪个是你的衣裳？公主莫要开玩笑，妾身的衣物怎会在婆母的箱子里？见周侍郎他儿媳无动于衷，行动派的小九立马拉着周侍郎的儿子上前。你找找你媳妇儿的衣裳，肯定在的。你爹太抠门了，你知道吗？你爹自己不舍得买衣裳，他偷你媳妇儿的衣裳穿，还偷了你府中很多丫鬟的衣裳。我们夫子说偷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叫你爹改掉这个坏习惯，不好。小九看了一眼他的媳妇儿，继续说：对了，你爹去收敛，他还偷看你媳妇儿洗澡呢。此话一出，惊呆了屋内的众人。更让人惊呆的是，周府丫鬟纷纷从箱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还有丫鬟从里面挑出几件，递到了周侍郎儿媳跟前，说：夫人，这是您的。相公，这母亲，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周夫人看着箱子里的衣物都被丫鬟认领光了，箱子见底了，也没有看见自己的。就在此时，门外吵吵嚷嚷的，周侍郎回来了。一听见自家老爷的名字，周夫人顿时怒火直冲脑门。小九立马从旁边找了一根结实的棍子，往周夫人手里一塞：去吧，
不服就干，1顿不行就2顿，2顿不行就往死里揍他，不能让自己吃亏的。周夫人拿着被塞到手里的棍子就往屋外冲。我打死你这个不知羞的老东西！一大把年纪了，竟还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你不要脸，儿子和儿媳还要脸呢！周侍郎看着落在自己身上的棍子，顿时哀吼了一声，立马逃窜。你还敢跑？你再跑一个试试！我要打死你这个老东西！小九几人眼睛亮晶晶的看着那边你追我打的两人。没过一会儿，追不动的周夫人杵着棍子，累得气喘吁吁。好胜的小九顿时急了：周夫人，累了吧？喝点水解解渴。谢谢公主。说罢，接过长乐公主手上的竹罐子，喝了一口。小九盯着他喝完了，见他还杵着棍子在原地休息。周夫人，周侍郎还没道歉吗？是不是下次还要看别人洗澡呀？周夫人听着长乐公主的童言童语，刚刚消下去的气顿时又开始直往脑门冲。周夫人捞起棍子大吼了一声：拿里头！追着自家老爷就去了。众人大为震惊啊，早就听闻周夫人是个厉害的，如今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小九看了眼旁边还在流眼泪的周侍郎儿媳和一脸怒气的周侍郎儿子。哎呀，你们也不用伤心了，衣服没了可以再买嘛，不就是一件衣服吗？我让徐奶奶给你做一件嘛。周侍郎儿媳妇哭得更伤心了，这是一件衣服的事儿吗？小九挠了挠脑袋，不理解自己哪句话说错了。他不是因为衣服没了，他是因为觉得周侍郎偷看他洗澡，他不好意思在周家待着了，怕周家的人在背后议论他。你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又不是你偷看别人洗澡，谁敢说你呀？那肯定是他自己也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呀。下次别人说你，你把他交给你婆婆。说罢，还指着那边把周侍郎按在地上摩擦的周夫人，继续说：你看，你婆婆最讨厌偷看别人洗澡的人了。要是还有这种人，你婆婆最讨厌偷看别人洗澡的人了。要是还有这种人，你就把她交给你婆婆，让她拿棍子狠狠抽她。周府看热闹的丫鬟小厮听到这话，狠狠的一抖。周夫人揍完了人，走回来看见正在流眼泪的儿媳，你放心，有我在一天，她往后都没有好果子吃。府上要是有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嚼舌根儿，你告诉我，我定不会让他好看。说罢，就吩咐府内的小厮给周侍郎收拾衣服，搬到庄子上去。周夫人打算亲自过去照顾自家老爷。周夫人拿着棍子，走到不省人事的老爷身旁，蹲下身子，拍了拍周侍郎的脸，说：往后啊，咱俩就在外面住了，我定会让你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好好学习礼仪廉耻。周夫人安排好了所有事儿，这才发现自家府内来了一群人，其中还有陛下。周夫人连忙带着周家众人跪下行礼。吃完瓜的皇帝满意的摆手示意免礼。看完热闹的小九见自己宴席上的宾客都来了周府，这才想起来自己家还在办宴席呢，于是给周夫人留下了几瓶红牛。你要是打累了就喝点水，补充点能量。周夫人对着贴心的长乐公主千恩万谢。小九回头又对着众宾客说：走，我们回去继续吃。多谢今日公主的款待，本官想起来还有公务没办完，实在抱歉。本官先回去处理公务，改日再上门叨扰。说罢，不等公主开口，拉着自家人立马消失在了周府。公主，我家刚才我家小厮过来禀报，我家夫人忽然身子不适，现在我即刻的赶回府中，给夫人请郎中去。公主，我闺女今日成婚，我得赶回去送闺女出嫁呀。公主啊，我家母猪今日要生猪仔了，我得回去帮着接生啊，我得。公主，我家邻居打起来了，我得去帮忙劝架。很快，众官员就找了各种理由离开。现在就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官员在小九面前。皇帝见状，干脆让自家闺女提前散了宴席。剩下的官员见皇帝都发话了，立马跟长乐公主告别，各回各家了。京城的人家里也养猪吗？那群混账，也不知道找个好点的理由。手背相对，手背手心交叉。咦，手心相对，手背手心交叉。接下来左右摆胯，跟我摇起来。听到指令的贵妃立马行动起来，翠花在一旁咯咯哒的配乐。站在远处的皇帝把刚刚那一幕收入了眼底。这对吗？哪儿不对了？这哪对了呀？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长乐，你养的那只鸡刚刚是在指挥贵妃吧？对呀，贵妃听翠花的。堂堂一个贵妃，她为什么会听一只鸡的呀？
你觉得这样对吗？就是对的呀，爹，你也听我家鸡的呀，那这哪儿不对了？皇帝只觉得自己脑袋被人重击了一下。长乐，你刚才说什么？父皇没有听清楚啊。小九指了指翠花，爹，你和贵妃都听翠花的，你不知道吗？小九还把上次翠花在皇宫指挥自家老爹把贤妃娘娘骂了一顿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觉得我应该知道吗？还有，他一只鸡，他指挥父皇，这简直岂有此理啊！小九指着皇帝的肚子，你肚子里有虫，翠花是指挥虫子，不是指挥你，你不能怪翠花。有啥？有虫？什么虫？好像是有什么蛊虫。于是小九把之前翠花在贵妃寝宫里面听到的，皇帝想到有只虫子在自己肚子里挪来挪去，喉咙里翻江倒海，立马跑到一旁疯狂的呕吐去了。缓了好久，再次回来的皇帝，你家那只鸡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和贵妃肚子里的蛊虫听他的呀？正准备加入一起摇的小九，把翠花如何从山洞里面黑衣人身上捡回瓶子，又如何阴差阳错把瓶子里面的蛊王当储备粮吃掉的经过，与自家老爹说了一遍。皇帝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情绪，看得小九一头雾水。爹，你咋啦？长乐呀，你能不能让你家鸡把父皇肚子里这个虫子弄出来呀？这虫子在你父皇的肚子里，父皇瘆得慌啊！怎么弄出来呀？翠花不会呀。父皇也不会呀。哎呀，爹，没事的，翠花肚子里也有虫的，但是翠花一点都不担心呢。皇帝看着那边在一只鸡的指挥下满院子摇花手的贵妃，有事儿的。长乐呀，这虫子在这个父皇肚子里，这事儿大了呀！小九看着院子里一路护着翠花，生怕别人把翠花踩了的黑袍人的桂花。我有办法了。小九嗖的一声窜进院子里的队伍，把沉迷于跳舞的翠花给一把薅了起来，就回到了自己父皇身边，后面还跟着一个黑袍人。你帮你哥哥把我爹肚子里的虫子给弄出来。黑袍人听到安排，立马开始行动。只见他双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终于，皇帝在经过一阵令人揪心的痛苦之后，不多时，一条令人作呕的蛊虫在翠花身上蛊王力量的吸引下，从皇帝的口鼻缓缓地爬出。待看清那瓶子里的虫子模样时，皇帝连忙搀扶着黄公公，在一旁吐得天昏地暗。小九看着瓶子里的虫子，手痒的把它弄进了黑袍人的身体里。闺女啊，幸好有你在，否则父皇就完了。小九伸手怎么了？报仇！你看把我家翠花累的。翠花听到这话，立马配合的瘫倒在地。要不朕给翠花封个官当。小九正想摆手不要的，他只想要钱。翠花立马垂死病中惊坐起。什么官？多大官？我要当！他问你什么官啊？多大官啊？他要当官。我看你这只鸡颇有灵性，许是神灵转世，或许是来护着咱们东夏国的。要不就封一个护国神鸡，地位相当于正一品。长乐呀，你觉得怎么样啊？主人，你爹真的是太有眼光了，以后你爹我罩着喽。翠花说你很有眼光，她以后会罩着你的。长乐，你准备安排谁去帮你管理琼州啊？我呀，我马上就回去了。长乐，你要离开京城？对呀，我的村民们都在等着我呢。不是，长乐，你要是走到京城怎么办呢？万一又有长生殿人来找朕麻烦，你爹我可招架不住啊！长乐呀，你要是走了，父王害怕呀。这万一长生殿的人又把蛊虫放进父皇身体里，这可怎么办呢？那要不爹，你跟我去琼州？这怎么能行呢？父皇要是走了，那京城怎么办呢？那就没办法了。爹，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传信，我会回来救你的。放心，要是没赶上，我会给你报仇的。哎呀，这个小棉袄啊，真他娘的漏风啊！两人正说着呢，突然就听见旁边传来了一阵抽泣声，就见圆滚滚的四皇子正哗哗的掉着眼泪，哭到抽噎。
小九看了眼旁边的赵虎，你欺负他了？村长，怎么可能啊？我才没有欺负他，我才刚走过来。你哭什么呀？对呀，老四，你是哭什么呀？是饿了呀，还是厨房没吃的了呀？小优妹妹，你不要回去好不好？我舍不得你。哎呀，这该死的魅力！小九拍着自家四哥的肩膀。哎呀，好了好了，别哭啦，我后面还会来京城的。你要是找我有事儿，也可以给我写信嘛。堂堂的皇子，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连哭都不能哭，那我不要当皇子了，我只当长友妹妹的四哥。哎呀，简直没眼看呐！你说淑妃怎么生了这么蠢的一个儿子呀？他哭什么？他要是想去琼州，自己偷偷跟着来就是了。腿长在他自己身上，又没人拦他。长乐妹妹，你们什么时候回琼州？明天就回。四皇子暗暗记下，于是连忙跑去厨房，拉着母妃就往皇宫走去。翌日，长乐妹妹早呀！你干嘛呢？吓死笨伯伯了，我还是个孩子呢。四皇子立马从地上爬起来。我跟你们去琼州，我东西都收拾好了，银票也带了。你父皇知道吗？我跟父皇说了。虽然自己写的信还没有送到父皇手上，但也算父皇知道了。公主啊，你去琼州啥时候回来呢？那公主府也是你的家呢。管家爷爷，你跟我一起回琼州吧，以后我给你养老嘛。听到这话的管家，哎呦喂，这下真的是眼泪哗哗的流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嚎啕大哭。老奴何德何能遇上你这么好的主人呢？看着哭得快噎过去的管家，小九连忙往管家嘴里塞了一块糕点。好了好了，别哭了，快点收拾行李呀。好嘞。管家连忙擦干眼泪，就退下去收拾行李，并安排好公主府的诸项事宜，确保自己走了之后，公主府能够继续好好的运行。管家一走，小九就看见自己的两个护卫眼巴巴的看着自己。你们不会也要哭吧？小主人，您去琼州，那我们兄弟两个还要跟着一起去吗？你们想去吗？不想去也行，那就待在公主府。想去，当然想去啊！我们这就去收拾行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大郎，这是我的弟弟二郎。不是，大郎这个名字这么受欢迎吗？要不你们换一个名字吧，大郎这个名字已经是大郎叔的了。请小主人赐名。要不你叫熊大，你叫熊二吧。多谢小主人赐名。小九看了眼高兴的两人，满意的点了点头。主人，给我一个电击棒，我去送给你爹。小九从商城中兑换了一个出来，把它扔进了翠花脖子上挂着的兜里。你说的话我爹又听不懂，你要怎么告诉他这个东西如何使用啊？哼，别管，我有我自己的嘴替。说罢，带着翠一翠二头也不回的往皇宫去了。主人他爹你好，谢谢你的赐封，待会儿我就要回琼州了。走之前，我从主人那里要了一个礼物，进宫来送给你。说罢，翠花就让翠一把布袋子打开，把里面的电击棒递到了皇帝面前。翠花一边咯咯哒的介绍，酸菜在一旁叽里哇啦的翻译。皇帝很快就知道这东西的用处了，立马按下按钮就开始试验了。要是此刻来个刺客可就好了，正好实验一下。皇帝正遗憾呢，门外公公就来禀告，永宁子想要进宫求见陛下。皇帝连忙说了一声宣。陛下，罪臣治罪，罪臣该死啊！当年是有人拿犬子的性命相要挟，逼得罪臣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指挥，盯着陈北侯家的一举一动，为他们传递消息。罪臣鬼迷心窍，犯下这等大错，万死难辞其咎啊！永宁子见到皇帝起身往自己这边来了，罪臣每每回想此事，都懊悔不已，夜不能寐。如今在陛下面前，永宁子正忏悔呢，就感觉身体一麻，然后就不省人事啦。哎呀！收到翠花送的保命神器，皇帝一高兴，又给翠花赐了2个护卫，美其名曰保护他的护国神机。
看着地上已经昏过去、人事不省的永宁子，哼，这等不忠不义之徒，来人呐，给我拖下去，即刻发配琼州。皇帝威武，皇帝霸气。听到这话的皇帝，嘴角逐渐的翘起。翠花呀，你这是上我爹那儿打劫去了？才没有，你爹赏赐的，他很喜欢那个电击棒。哎呀，送一个就有1000的亲卫，那我要是送10几个呢？嘿嘿。主人，你养得起吗？小九顿时清醒，他顿时打消了脑海中的念头。很快，公主府的众人就准备出发了。村长啊，这么多人都要跟着咱们回去？以后这些都是我的亲卫了。小九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卫统领和亲卫副统领，于是亲卫统领小九就让严夫子上了。臣妇携小女拜见长乐公主，公主金安。小九赶紧示意两人起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呀？公主殿下，民妇斗胆，希望有幸跟随公主殿下前往琼州。民妇虽不才，但在生意经营上略有心得。民妇深知琼州之地尚待开发，若能跟随公主前往，定当竭尽全力，运用自身所长，为公主出谋划策，助力琼州繁荣发展。会赚钱？小九眼睛一亮，立马招呼两人跟着。徐老太连忙把陈家小姐和她的闺女拉进了自己坐的马车里。小公主呀，怎么在京城才待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要走呀？要不再住个几年再走？对呀，这才来几天呢，就要走。公主要不别走了吧？京城还有好多好玩的呢。是啊，你这才去了几个官员府邸啊？咱们京城还有很多官员的，你一天去一个，去完再走吧。公主啊，百姓们可喜欢你了，你走了，百姓们想你了，可怎么办呢？哎呀，就是啊，公主，你要是去了琼州，那什么时候再来京城啊？一定要多来京城看看呐！各位，咱们江湖再见。以后你们可以来琼州做客，也可以来我琼州做生意、卖吃食。琼州可好玩了，你们记得来玩呀！对啊，你们来琼州找我们玩啊！我们青山县也有好多好吃的呢。就这样，小九一行人和依依不舍的百姓告别后，终于出了城门。求求好心人，求求您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他这是在跟我说话吗？公主无需费心，老奴这就去打发点钱，把人赶走。公主府一行这么多人，那女子第一眼就直接跪着求小主子，那肯定就是冲着公主来的。小九一听说管家要给钱，警铃立马响了，这怎么行啊？小九跑到女子面前问：“你怎么啦？”我爹爹他前几日不幸感染风寒去世了，小女身无分文，无法安葬爹爹，求好心人收留小女，让小女为奴为婢，换得钱财安葬父亲。好可怜呢。果然是小孩子，一骗一个准。你是要把你爹安葬了？小九指着草席裹着的男人，女子点头。那我们帮下他吧。姑娘心善，小女愿一生伺候您，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哎呀，挖个坑的事儿，小事一桩，不用谢。你也不用报答我，也不用把自己卖给我。以后啊，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哈。小九招手，熊大熊二立马抬起地上草席裹着的人，就往路的一旁的山上去了。几个小孩从马车上把工具拿出来，叮叮当啷的跟在后面。小九突然回头，哎，你父亲下葬需不需要一点仪式感？小九边说边往袋子里掏唢呐，没等女子回答，小九拿起唢呐就开始自顾自地吹了起来。听到唢呐声，静心立马去马车上换上了自己的道袍，头戴道冠，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了一把桃木剑，口中念念有词，开始进行招魂仪式，美其名曰帮女子超度她父亲的亡魂，祈求神灵庇佑之类。赵虎几人跟在后面干嚎，活跃气氛。不是，长乐公主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女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特意调查了，知道长乐公主身边有一个药神谷的弟子，为了让计划完美，男子还特意吃了假死药，就是为了办得真一点儿。回过神的女子立马想上前拦住几人，结果女子刚跑几步，热心的淑妃就立马把人给拦住了。哎，你不用担心，长乐公主一向心善，不会让你为奴为婢的。遇上长乐公主啊，是你的福气，你但凡遇上别人，别人肯定没有这么好心的。你啊，好好在这儿歇息，他们会弄好的。待会儿他们埋好，你再上去好好的跟你爹告个别。哎，你放心，那个道士听说很灵的，定会帮你父亲找个风水宝地安葬的。而另一边，
此处绿草如茵，微风拂过，透入一股祥和的气息。此乃风水宝地，藏风聚气，正适合安葬他父亲，可保逝者安息，福泽后人。小九几人看着静心说的那处杂草丛生，于是公主府的亲卫们跟着长乐公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忙挖坑埋人。等坑挖好以后，几人把草席里裹着的男子轻轻地放进了坑里。女子赶到山上的时候，只见自己的小伙伴已经被埋到了地下。小九招呼众人下山，不要打扰女子与她父亲送别。马车渐渐地继续前行，而此刻的山上，等长乐公主一行人走了，女子连忙跑到埋得严严实实的小土堆旁边，女子急得只好用手去刨土。儿子，母妃想吃这个肉饼子，快给母妃买一个。母妃，剩下这半你吃。母妃，包子我们也一人吃一半哈，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肚子，把整条街的吃的都尝一遍。哇，儿子，你真聪明啊！而另一边，蹲在乞丐旁边的小九连忙掏出烧饼，嗷的一口咬了下去。男子看见长乐公主掏出烧饼来时，还以为是给自己的，但现在是干嘛？当着他的面吃。男子咽了咽口水，肚子叫得更厉害了。小九听到这急促的声音，嗷呜嗷呜吃得更快了。终于吃完的小九满意的打了个饱嗝，于是小九起身，头也不回的走了。走了？不是，这长乐公主还是不是个正常人了？难不成她刚刚蹲下来就是为了近距离当着我一个乞丐的面炫一下烧饼，还是肉的烧饼？这真的是心善，不是魔鬼吗？